女人一觉醒来，发现躺在身边的竟是丈夫的同事。在一连串的惊呼声中，男人睁开眼睛，面对眼前的景象，他的脸上同样写满了惊恐。而随着这场意外的发生，两人的生活都被卷入到了巨大的麻烦之中。女人名叫郭倩倩，她不明白眼前这个名叫刘叔的男人为何会在她的枕边，又是如何进到她的家里来的。刘叔称，昨天晚上他陪客户喝得大醉而归，醒来时就已经是这副光景了。在郭倩倩的怒吼声中，刘叔抓起衣服，狼狈地冲了出去。惊魂未定的郭倩倩当即向丈夫张孝东挂去电话，可电话那头却始终无人接听。此时的郭倩倩万万想不到，她的生活正在慢慢跌入深渊。片刻之后，郭倩倩的好友袁雪来到家中，还带来了有助于睡眠的牛奶。丈夫的彻夜未归让郭倩倩的心中产生了一丝不安。袁雪则劝郭倩倩想开点，如果张孝东是忙于工作，那无可厚非；如果是在外拈花惹草，那就要果断甩掉。当断则断，方能不受其乱。郭倩倩没有再说下去，而是专心准备起早餐。另一边，匆匆赶到公司的刘叔刚一坐定，就被叫去了办公室。刘叔迈着忐忑的步伐来到张孝东面前，张孝东却摆出一张戏谑的笑脸，问刘叔昨晚吃完饭后究竟去了哪里。刘叔则心虚地谎称自己喝得太多，第二天醒来时人已经躺在了洗脚城里。张孝东闻言似乎没有起疑心，笑称他昨晚也在洗脚城，可他的表情中却也透露着复杂。两个心怀鬼胎的男人相视一笑，全然没想到一场风暴已经悄然降临。正在家中吃早餐的郭倩倩开始回忆昨晚的细节。当时也是袁雪前来拜访，郭倩倩的睡眠不好，需要靠安眠药来帮助入眠。她猜测刘叔很有可能是在她药效发作的时候进来的，可刘叔为何会有家里的钥匙？如果刘叔真的心存歹念，完事后就应该迅速离开，不可能在这里睡一晚上。况且他也不知道郭倩倩吃了安眠药。想到这里，郭倩倩将怀疑的对象从刘叔转移到自己的丈夫张孝东身上。郭倩倩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让她不寒而栗的画面，只见张孝东紧搂着她的新欢，嬉皮笑脸地谈论着离婚的事，之后又将醉倒的刘叔抬到床上，用来伪造郭倩倩婚内出轨的假象。然而郭倩倩转念一想，觉得这个假设也同样站不住脚。张孝东如果真的干出了这种事，那他第一时间就应该回来捉奸，可眼下却是无事发生。郭倩倩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干脆直接去公司找丈夫张孝东。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张孝东见到妻子后，立刻摆出了道歉的姿态，称自己昨晚和客户吃完饭后去了洗脚城，洗着洗着就睡着了，这才一整晚没回家。担心郭倩倩不相信，张孝东还表示有人给他作证。谁呀？刘叔啊，他昨晚一晚跟我在一起。刘叔啊？张孝东这不说不要紧，一说整晚跟刘叔在一起，郭倩倩心里却又泛起了嘀咕，自己的丈夫显然是在说谎，但看上去似乎对昨晚家中发生的事并不知情。短暂犹豫后，郭倩倩决定把昨晚发生的事埋进心底，永远不对任何人说。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远没有郭倩倩想象的那么顺利。就在最近，郭倩倩发现自己的丈夫和好友袁雪突然越走越近，张孝东甚至会主动给袁雪介绍业务，两人还会在房间里促膝长谈，一谈就是数个小时。尽管内容都是工作方面的事，但这还是引起了郭倩倩的不满。之后袁雪还约张孝东见面，积极向其推荐手上的保险产品，结果张孝东也都欣然接受。郭倩倩想起张孝东以前曾说过，袁雪这个女人笑里藏刀，需要多加提防。可现在张孝东反而对她热情有加，似乎还有点向郭倩倩示威的意思在里面，这让郭倩倩不禁又开始怀疑，之前发生的意外是不是丈夫的圈套，又或者丈夫已经发现了她费心隐藏的秘密。可张孝东的反应又完全不像那么回事。苦思无果后，郭倩倩最终决定不再想那件事。一段时间过去，夫妻俩的关系还是一如既往的和睦。郭倩倩渐渐放下了戒备，想着那天晚上的事或许真的是场意外，和张孝东毫无瓜葛。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大大超出她的意料。这天，郭倩倩的母亲前来看女儿，作为长辈，郭母每天都盼着能早日抱上外孙。郭倩倩则称，目前两人都还没有要孩子的打算，
可当郭母说到孩子是家庭的纽带，有了孩子，张孝东才会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的时候，郭倩倩动心了。她很快向张孝东提出了想要个孩子的想法，而张孝东恰好也正有此意，于是夫妻俩开始积极备孕。1个月后，郭倩倩惊喜地发现自己真的怀上了。然而正当她准备向张孝东报喜时，一团阴云却又笼罩了她的内心。按时间推算，郭倩倩怀孕的日子正好又跟那个和刘叔意外同床的夜晚重合了。郭倩倩开始担心孩子是刘叔的，这个念头如同针刺一般深扎在郭倩倩的心头。她和刘叔的关系也变得尴尬，刘叔只要看到郭倩倩的身影，就会下意识地躲避开来，这让郭倩倩有些恼火。她喊住刘叔，小声质问对方那晚两人到底有没有发生关系。可刘叔自己也一直处在云里雾里中，无法解答郭倩倩的疑惑。为了保险起见，郭倩倩无奈决定把肚里的孩子打掉，从而彻底杜绝后患。她本以为一切能神不知鬼不觉，不料一场意外却让她的秘密彻底暴露了。当郭倩倩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医院走出时，竟看到了一幅难以置信的画面：一个女人紧紧地拥住了张孝东。郭倩倩看不清这个女人的脸，只知道自己一直以来的担忧得到了证实，丈夫果然有了婚外情。心碎一地的郭倩倩回到家后，将身体埋进沙发中，任由黑暗和死寂包围住自己。张孝东回来后，郭倩倩开门见山地质问起那个女人的身份。张孝东闻言顿时紧张不已，慌忙解释称那是场误会。不料两人争执间，一份报告从郭倩倩的包里滑出。张孝东捡起一看，瞬间傻了眼，妻子居然瞒着他去医院做了人流。张孝东的心绪立刻转变为了怒火。我还真没看出来啊，你可真够狠心的。就算我有什么不对，你也别跟自己的孩子过不去啊！啊，你要让我们家天后啊！面对张孝东的怒吼，郭倩倩意识到自己必须说出真相了，于是她把那个晚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张孝东。可奇怪的是，张孝东并没有发作，而是呆若木鸡地坐在了原地。一阵沉默过后，他缓缓走出家门，来到了刘叔的楼下。刘叔走上前来，可迎接他的却是重拳和咒骂。张孝东怒斥刘叔忘恩负义，枉他平时待刘叔不薄，可他却干出这等狼心狗肺的事。然而刘叔却也是满腔委屈。小东，咱俩认识不是1天2天了，我是什么样人你应该很清楚，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见刘叔不肯承认，张孝东只能勒令其跟自己回家，跟郭倩倩当面把话说清楚。可让张孝东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番举动竟牵出了一个更加惊人的秘密。张孝东夫妇的争吵惊动了住在隔壁的袁雪，郭倩倩向袁雪哭诉张孝东想要和她离婚，袁雪则怒骂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这时张孝东和刘叔来了，刘叔凭记忆对那晚发生的事重新描述了一遍，所说的情况和郭倩倩的基本吻合，两人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睡到了一起，期间发生了什么他们也一概不知。而郭倩倩也说出了心中的疑惑，刘叔是怎么进到房间里来的？张孝东又为何要谎称当晚和刘叔在一起？他到底隐瞒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见此情景，张孝东也决定把话就此说开，而他所说的却震惊了所有人。原来当晚他和刘叔一样喝得酩酊大醉，等他再度睁开眼睛时，坐在眼前的人赫然是穿着性感睡衣的袁雪。张孝东吓得直打机灵，袁雪解释称是张孝东昨晚醉醺醺地敲开他家的房门，还赖在了他的床上，怎么喊都喊不走。袁雪原本只想先将张孝东收留下来，不想张孝东酒后乱性，强行和他发生了关系。张孝东不敢相信自己犯下了如此过错，最终慌张地向自家的方向赶去。但到家门口时，他却犹豫了，他生怕让郭倩倩看出脸上的惊慌，于是干脆跑到洗脚城中睡了一个晚上。听罢张孝东的讲述，郭倩倩顿时愤怒不已。也许故意我把你当成好姐妹，你是什么意思啊？是，我承认，我一直都喜欢孝东。他年轻有为，人又长得帅，在工作上还可以帮助我。可那天不是我要跑去找他的，是他跑来找我，喝醉了对我动手动脚。袁雪承认自己一直暗恋张孝东，但她没想过插足他人的家庭，是张孝东强迫她的。我老婆，我没有。如果是这样，
那是谁把我家房门打开让刘叔进来的？袁雪和张孝东的说辞显然还是没能解释刘叔是怎么睡到郭倩倩床上的。郭倩倩觉得几人当中肯定有人说谎，可没想到袁雪却在这时提议，既然错误已经发生，不如就此将错就错，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但刘叔却第一个反对，虽然他对不起郭倩倩，但也不能拿自己的婚姻作为补偿，这种处理方式也未免过于荒诞。郭倩倩则认为大家心里都产生了疙瘩，自己再和张孝东过下去也不会再幸福，不如就此离婚，也好成全袁雪的一片痴心。张孝东拦不住郭倩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迈出家门。随后他转头怒视着袁雪，怒斥说他根本不爱袁雪，两人就算在一起也没有未来可言。不料袁雪接下来的话却让张孝东怔住了。我已经有了你的孩子。张孝东两眼一黑，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完全不知所措。然而就在袁雪以为自己已经牢牢拴住了张孝东的时候，事情又发生了新的转折。张孝东和郭倩倩认为事有蹊跷，于是便找到物业查看小区的监控，而一个令人咂舌的真相也就此浮出水面。通过小区里的监控，两人目睹了让他们目瞪口呆的一幕。当晚是袁雪将张孝东和刘叔载回小区的，可他竟取出张孝东身上的钥匙，将刘叔扶进了郭倩倩的屋内，随后又将同样不省人事的张孝东扶进了自己的房中，目的显然是想伪造出夫妻俩双双出轨的假象。得知真相的张孝东和郭倩倩怒不可遏地来找袁雪，质问他为何要处心积虑地拆散他们。袁雪见丑事败露，也卸下了伪装，称这么做都是为了得到张孝东。如果郭倩倩不肯就此放手，那他就闹到张孝东的公司去，让全公司的人都知道张孝东不仅在外包养情人，还让情人怀上了他的骨肉。郭倩倩闻言勃然大怒，她全然没想到袁雪的心肠竟如此恶毒。两个女人很快厮打在一起，结果袁雪却因此撞到了肚子。两人都对袁雪腹中的胎儿担心不已，可让两人瞠目结舌的事再次发生了。经过医生确认，袁雪根本没有怀孕，那又是袁雪为了得到张孝东而编造的谎言。至此，夫妻俩如释重负。风波之后，张孝东和郭倩倩冰释前嫌，两人重新审视起这段婚姻，领悟到夫妻之间只有齐心协力、坦诚相待，才能迎来真正光明的未来。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